前线巨变，乌反攻12战线，9月歼敌2.85万。俄乌战场上最强武器是它，同使俄军毁灭。4万乌军挡16万俄军，俄战术崩溃，北约或出手。俄推进速度骤降，主战坦克战损65%，乌战壕猛烈反攻。乌狂轰克里米亚，俄 S-400被炸成火球，俄军防空失灵。乌火力全面升级，泽连斯基批准非对称反击，俄经济崩盘。10月10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对外通报称，9月份俄军总损失约为2.85万名士兵。与此同时，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反攻仍在推进。希尔斯基指出，本月俄方空袭手段较此前增加了约 1.3 倍，但乌克兰防空系统整体拦截效率约为 74%。泽连斯基总统10月9日通报称，乌军已收复200多平方公里领土，自8月21日以来共歼灭俄军 1.2 万人，其中7400人当场阵亡，几乎相当于摧毁了俄军一个整编师。另外，自10月初以来，乌方还清理了 212.9 平方公里的渗透与敌对要点。据悉，日前在12个主要的乌克兰战场中，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利曼、西维尔斯克、恰西夫亚尔、托列斯克以及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进攻均告受挫。尽管俄媒不断宣称取得重大胜利，但实地战况显示，俄军攻势普遍被乌方有效抵挡，前线形势未出现明显突破。在南部战线，俄军继续沿赫尔松河岸活动，企图越过安东尼夫卡大桥，重新建立渡河通道。然而，乌军通过无人机侦察提前发现迹象，迅速实施精确打击，使俄方行动再次受挫。尼古拉耶夫州州长维塔利今证实，乌军重新夺回第聂伯河入海口的战略要地金伯恩沙嘴岛。俄军在乌军登岛前已弃守，遗留大量装备，双方未发生实质交火。该岛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能有效控制黑海出入口及第聂伯河口航线。扎波罗热方向，俄军正在加紧兵力集结，意图发动新一轮攻势。乌军方面对空中力量的信心仍显不足， F-16战机出动频率不高。军事专家认为，若乌军能发动一场系统性空袭，摧毁南线俄军的4到5个集结点，将极大削弱俄军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作战能力。莱曼方向，俄军集结了近9万人、300多辆坦克、600辆装甲车以及数百门火炮，试图夺回莱曼，并以此为跳板，从北部包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近期，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地区，乌军持续给俄军制造麻烦。苏梅地区，第225突击团继续反击，甚至夺取了俄军第810步兵旅的旗帜，俄军在当地仓皇撤退。值得注意的是，久未露面的乌军精锐部队海妖营重新出现在哈尔科夫战场，对驻守沃夫昌斯克突出部的俄军实施2翼夹击。据战地消息，这支王牌部队的突袭迫使俄军后撤，并夺回数个据点。当提到战场上的武器，人们通常会想到飞机、导弹、坦克或火箭炮。但在俄乌战争中，最可怕的武器并非钢铁，而是一双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睛。这双眼睛就是悬在俄军头顶无处不在的美国天眼。它的作用极其强大，几乎把整个战场变成了一场单方面透明的直播。俄军的每一次行动几乎都在美国人的侦察之下。开战前半年，也就是2021年底，当全世界还以为俄罗斯只是边境演习时，美国情报体系已经掌握了大量信息，提前预测了俄军可能的全面进攻路线。美国的天基情报系统极其精密， Maxar 公司的商业卫星分辨率高达 0.3 米，能够清晰看到俄军机场上苏35战斗机的机身编号，精确计算野战医院帐篷数量，甚至连装甲车伪装网上的破洞都一清二楚。通过这些卫星，美国发现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50多架直升机，其中20架为攻击型直升机，并预判俄军可能从霍斯托梅尔机场发动斩首行动。卫星是眼睛，电子监听则是耳朵。美军不仅截获了俄军调动命令、后勤补给单，甚至连中层军官的指令草稿都掌握在手。
一条防化服优先的指令，就让美方判断俄军储备的军粮、油料是正常演习的3倍，并配备了速射炮弹和防化服。这些信息显示，俄军早已在做全面备战，而非简单演习。战争一旦爆发，美国的天眼就从战略预警变成了实时战场外挂。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马斯克的星链终端。前线乌军班组配备了星链终端，彻底改变了作战流程。士兵拍下俄军坦克照片并标注坐标，几分钟内炮兵就能精准打击目标。这种前面的人看，后面的人打的打法，被形象地比作游戏中前线侦察兵与后方法师的完美配合。这种协同作战效果显著。例如2024年初阿夫迪夫卡战役，乌军单日摧毁了43辆俄军装甲车，完全依赖这种实时情报和快速炮火支援。美国情报还锁定了约20名俄军高级将领的位置，乌军据此对指挥所进行点名打击。俄军内部一度困惑，每次开会都可能被炸。即便是威力强大的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车，也难逃天眼侦测。导弹准备发射时，独特电子信号会被美国侦察机捕获，坐标传给乌军防空系统，导弹甚至未升空就被锁定。天气也无法掩护行动，美国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可穿透后云和暴雨，全天候追踪后勤车队，信息一传回，乌军火箭炮就能精准打击。黑海舰队遭到无人艇打击的背后，也有美国侦察和导航支持。美军预警机和侦察机24小时监控俄军舰队，为乌军无人艇实时指路。军舰移动、爆炸瞬间都会被卫星捕捉，信息回传五角大楼。这种实时监控在哈尔科夫大反攻中同样体现。美方发现防线10公里缺口，乌军迅速穿插推进，1天内打了俄军措手不及，直接改变战局。波克罗夫斯克一线的战斗依然激烈，俄军不断增派兵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但乌克兰第7军利用开阔地形展开精准打击，将俄军突击部队暴露在炮火覆盖下，有效遏制了攻势。据情报显示，俄军正在从红军村南部调兵，计划向第聂伯河沿岸的辛巴甫洛夫卡发动新一轮进攻，但乌军顽强抵抗已严重拖慢了俄军进度。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长期以来都是焦点战区。根据 ISW 和哨兵卫星图像分析，俄军投入16万兵力，而乌军只有约4万人，但乌军凭借先进的无人机战术、实时态势感知和高精度火控，牢牢守住阵地，并在多处局部反攻中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乌军在这里已经硬生生啃掉6万多名俄军，其中约一半阵亡。乌军第聂伯罗作战集团发言人别尔斯基中校指出，俄军自去年10月以来猛攻，但战线几乎停滞不前。面对数量是自己2到3倍的俄军，乌军一个旅常常顶住2到3个俄军旅的冲击，仍能坚守阵地。俄军的作战策略异常冷血，他们大量使用新兵作为一次性消耗品，许多来自前苏联加盟国，为了拿到俄罗斯护照或逃避牢狱，被迫签合同上前线。还有战区乌克兰人，训练仅1周就被投入前线。俄军军官甚至轻蔑称这些士兵为一次性用品，意思是当炮灰送上战场。乌军俘虏中，多数人哭诉自己被欺骗，训练不足，上战场纯粹是送死。比尔斯基中校称，这种策略是冷血且绝望的表现。这种人海战术在历史上并非新鲜，2战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也曾以牺牲新兵消耗德军资源，但代价惨重。俄军这种做法甚至连自家士兵都不当人看，可想而知前线士气为何不降反升。乌军面对如此对手反而更坚定。眼下别列佐夫、卡利尼夫斯克等关键村庄仍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俄军想突破几乎无望。在波克罗夫斯克战局焦灼之时，北约也在动作。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北约计划在乌克兰西部部署防空系统，覆盖基辅等大城市，预计将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敲定。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为乌西撑起防空伞，使乌军能将西部防空力量调至东线，强化波克罗夫斯克等热点地区的防御。北约的策略是间接介入，通过防空系统打击导弹和无人机，
而不直接与俄军正面冲突。这一动作可能改变俄乌前线的战局。北约为何冒这个风险？核心在于试探克里姆林宫底线。如果俄罗斯容忍，意味着默认西方介入；如果反击，战火可能扩散至整个欧洲。这种微妙的战略博弈让全球关注普京下一步动作，他可能决定冲突是降温还是升级。综合来看，波克罗夫斯克战场和北约的新动向紧密相连。乌军用6万俄军的伤亡证明，以小博大不是神话。北约防空部署则为乌军提供外援，但也可能触发新危机。战争的本质仍是人类悲剧，乌军的勇气可嘉，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俄军士兵，其遭遇令人揪心。他们不是数字，而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未来可能的走向有3点：其一，波克罗夫斯克战局仍将僵持，除非俄军改变策略；其二，北约防空部署落地可能迫使俄军收缩，也可能引发新危机；其三，国际社会需加大推动和谈的力度。这场冲突早已超越俄乌两国，牵动全球安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月，俄军推进面积骤降，仅收复430平方公里，较去年11月的725平方公里几乎减半，推进速度硬生生放缓近50%。在顿涅茨克前线，距俄军仅2公里的波克罗夫斯克后勤中心仍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让钢铁洪流减速的，恰恰不是新型导弹，而是一条条深埋在乌克兰平原里的战壕。乌方的防御工程已经从零星挖掘进化为系统性工程，一条横跨多线路的防御网，数百至上千公里的战壕带正在成型。仅在接触线上已有965公里战壕，并在数月内扩张了约63%，整个防御体系投入约175亿格里夫纳，采用土工布加固，混凝土掩体与射击点结合，并辅以雷区和龙牙反坦克障碍，形成3层递进的防御，外层组织近战战壕缠斗，内层地下据点死守，纵深甚至达到20多公里，将天然河流、高地等地形一并纳入防守体系。这样的攻势并非简单的挖沟，而是对历史防线的现代化复刻，借鉴并改良苏洛维金式的消耗防线，按地形微调后成效显著。更危险的是，传统装甲的优势在这些攻势面前被削弱，无人机精确炮火与地面攻势的结合，把坦克逼成了移动靶。前线掩体内的士兵通过无人机侦察发现目标，并实时传回坐标，或用 FPV 无人机直接打击坦克顶部。受限于反坦克壕与障碍，装甲只能沿着预设路线行进，频繁落入伏击圈。另外，一位公开数据分析师张 P 指出，过去3-4个月，俄军主战坦克储备大幅减少，从约3100辆降至约2500辆，其中约1100辆状况极差。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主战坦克储备已累计下降约65%。他通过卫星图像分析发现，这些坦克主要为苏联时期产物，部分正在被工业部门维修或拆解，以补充前线损失。例如，他怀疑现存的624辆1960年代产的 T-64坦克很可能报废或拆解成零件。此外，还有885辆老旧 T-62坦克，但这类车辆通常会在维修后重新投入前线。据欧洲真理报报道，北约高级代表在今年6月海牙峰会上称，俄罗斯目前拥有约2000辆老式主战坦克。除了维修老款坦克，俄罗斯工业还在生产新型坦克。据估计，每年可产200至300辆现代化 T-90坦克。前线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俄军实际使用的主战坦克数量明显下降。基辅方面统计，俄军坦克被摧毁或严重受损的情况每日数量大幅减少，有时甚至一天仅1次或完全没有。几天前，第93独立机械化旅报告，科斯蒂安特尼夫卡镇遭遇罕见的大规模袭击，俄军动用了坦克和步兵战车，但仍有5辆坦克和13辆步兵战车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尽管老旧坦克数量下降明显，但俄罗斯仍有新坦克生产、维修率高、前线部署减少等因素支撑，因此短期内不太可能耗尽坦克储备。此外，一些坦克可能藏在无法通过卫星分析的隐蔽仓库中。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仍在增强可用于潜在攻击北约国家的储备，其现有主战坦克数量
仍足以构成重大威胁。除了主战坦克之外，俄军的步兵战车和运兵车数量也令人关注。JAMP统计显示，步兵战车共2792辆，其中1525辆状况极差，运兵车共5038辆，其中702辆状况不佳。俄乌战场近日再度传来震撼消息，乌克兰军方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部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 S-400防空系统，而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疑似出现了乌克兰最新型号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据前线军事记者透露，当地时间10月9日前后，一枚身份不明的导弹精准命中俄军阵地，画面显示 S-400的雷达站被直接击穿，随后连续发生多次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烟柱。消息称，这套防空系统的 91N6 雷达被彻底摧毁，发射装置同样遭到重创，几乎完全失去作战能力。尽管乌克兰官方尚未证实火烈鸟导弹的使用，但多方情报员认为该型号已投入实战。部分俄罗斯军事频道则宣称，这次袭击由乌军第92突击旅实施，动用的是鲨鱼无人机。不过与此同时，俄方发布了另一则声明，称他们在境内首次成功击落一枚火烈鸟导弹。俄军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山毛榉系统在约100米高空拦截目标，导弹飞行时速约为600公里。随后，俄方公布了几张疑似火烈鸟残骸的照片，但未说明拍摄地点。这也成为俄方首次声称击落该型号导弹的记录，从侧面印证乌克兰已将国产远程武器用于攻击俄境内目标。另外，《世界报》援引俄媒报道称，乌军发射的火烈鸟重型巡航导弹精准轰炸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办公大楼，2枚导弹命中目标，爆炸威力巨大，形成15米深坑。俄方虽证实袭击并展示残骸照片，却被动承认火烈鸟导弹已投入实战。另外，10月9日凌晨，乌克兰特种部队突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2处关键能源设施。据悉，卢克石油克罗布科夫斯基天然气处理厂在遭袭后发生严重火灾，这是俄境内最大的天然气设施之一，年处理能力高达4.5亿立方米天然气。另外，叶菲莫夫卡石油中转站也出现多处爆炸痕迹和设施损毁。该石油中转站每年输送5000万吨石油产品，2处接受重创。此外，乌军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俄本土罗斯托夫州马特维耶夫山油库，导致大面积火灾。泽连斯基在随后讲话中强调，乌克兰的火烈鸟、海王星、卢塔导弹与柳特 FP7 无人机已组成系统化的远程火力网络，实现从巡航导弹到饱和无人机群的多层次打击模式。这些目标的被击中，意味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已延伸至俄境更深处，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后勤体系造成了实质性冲击，也削弱了前线部队的持续攻势能力。随着火烈鸟等新武器逐步亮相，俄乌冲突的战场格局或将迎来新的变数。在军事行动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抛出了新的非对称反击策略。他在最近的讲话中透露，已批准国家安全局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新计划，核心目标是削弱俄方的能源与军事工业体系。他还首次证实，乌克兰的卢塔无人机导弹成功命中距前线250公里外的俄海上平台，标志着远程打击能力在上新台阶。与此同时，柳特伊无人机群和海王星、火烈鸟等导弹系统被整合为多层次打击网络，最多可同时发动300架无人机的机群攻击。外界认为，这种战术创新正在逐步重塑战场结构，也使俄罗斯的传统防御体系陷入被动。然而，在乌克兰取得主动的同时，莫斯科方面的情绪日益紧绷。10月8日，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公开表示，俄乌和平进程已失去动力，并警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将引发严重后果。这番话被外界视为俄罗斯对西方加码援乌的激烈反应。但意想不到的是，俄罗斯金融市场率先崩盘。里亚布科夫讲话后数小时内，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指数暴跌逾 4%， 创下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俄气、
俄石油公司、储蓄银行、外贸银行等蓝筹股集体下挫，市场陷入恐慌。彭博分析指出，这次暴跌不仅反映投资者对战争前景的悲观预期，更折射出俄罗斯经济在战争支出与能源受限双重压力下的脆弱现实。另外，美东时间10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77票赞成、20票反对的高票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9250亿美元国防预算，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军事援助，以及针对东欧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支持专项资金 BSI。分析人士认为，这笔 BSI 资金将帮助波罗的海3国军队现代化，并强化与美国及北约部队的互操作性，以应对潜在威胁。法案还特别授权波罗的海国家跨境转让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这意味着他们可直接将武器转给乌克兰，无需再逐次向美方申请批准。法案中还有一项修正案，要求俄罗斯立即遣返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并要求美国积极寻找这些儿童，同时强调对乌克兰战争罪行和侵略行为进行联合谴责，并在未来任何和平方案中不容谈判。这份法案反映了参院两党在军事政策和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广泛共识，但由于版本比众议院通过的更强硬，仍需返回众议院投票，并经总统批准。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